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李阳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徐伟老师，欢迎。当然还有我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两位。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为什么领证1年多，他就像变了一样呢？领证之前，他不嫌我没工作，不挑我随便乱花钱，还能经常陪伴我。现在却天天拿我不工作、乱花钱来找茬。本来就是啊，恋爱时候可以不计较那么多，但是现在已经结婚了，就是两口子了吗？就应该一起分担生活的压力呀。我只是对他提出一些小要求而已，这样能算是过分吗？其实我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付出了很多，但是他就是看不到。我现在开始怀疑，我的选择到底对吗？我们还有未来吗？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杨先生来自吉林，39岁；女嘉宾陈女士来自吉林，39岁。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39岁结婚1年，38岁才结婚，结得够晚的。恋爱时间长，恋爱了几年？6年。 6年。所以你们恋爱时期应该是异地恋是吧？我们前4年是异地，然后后2年是我回长春了。这个去年办的喜酒啊，对，今年就来我们这儿了。我来的目的呢，就是结婚之前恋爱的6年吧，他对我都是挺好的。然后我就发现最近这个结了婚以后，这1年多陪伴也少了，然后各种的小矛盾，他挑我的小矛盾也都出来了。所以说我今天来的目的呢，就是想请主持人和各位老师给我评评理。不是谁对谁错有什么关系呢？那肯定的，小矛盾要引发大矛盾的。好，让你们评理啊。他不明说你为啥不去工作，你为啥总花钱，他就是用那种眼色和脸色给我看。那你说的都是成年人，我也看明白了。后来我就出去找了几份工作，也都是不太合适。就是我刚开始学的不是美甲嘛，他说我啊，你美甲没学成呢，你就花钱买东西。我说那美甲的东西都是需要练的，这个东西不是说的让你画这个你就能画下来。我买的东西我是想回家自己练一下的。他就是因为我买了这些东西，跟我俩记，我们俩也冷战了几天。嗨，这个事儿吧，你说结婚了，为了以后生活必须得节省一些嘛，因为本身挣的钱就有限。我支持他找工作，但是吧，每次找工作吧都是弄得很不愉快。你说工作都没找成，钱搭了很多啊，我就觉得吧，他有时候做事儿不考虑那么多，但是导致吧，这现在家庭现在总闹小矛盾。所以您是觉得找工作是需要有一些投入的，得学习啊。对，我得学习，我需要材料，我得学习。他不是说的像你的工作一样的。我感觉有很多工作不需要先投钱啊，那你为啥工作都没挣到钱呢？那你为什么要把那钱花出去呢？懂，这不就个美甲吗？还做过什么呀？后来找了一个房产中介，卖房子确实是成天在外边跑，因为骑电动车我不会，我不敢骑。我说不行，我就考个票吧，以后带客户的时候还能方便点，是不是？您这票是指驾照是吗？对，他也不同意，说的啊，你这去上几天班又要考票，那你说现在人手一本。我也不是说的就考完驾照了我就必须得买车嘛，是不是啊？然后他也不乐意，跟我俩一天也拉了个脸，回家也不说话了。但是确实是啊，你说你工作呢没工作呢，你又要去投钱去，不能说先把工作，你说你稳定了之后你再去投钱吗？就是我不干房产中介，我有驾照是不是也是有用的吧？行，房产中介肯定就干不下去了呗。还找了吗？后来这个中介吧，一个是他不让我考票，还有一个呢，我下班晚，我6点钟下班。然后他5点钟下班，给他做不了饭，他就天天在外边吃外卖，后来我一想，这也是不愿意让我这个点下班吧，我寻思那我就找一个自由一点的，在网上找的那个金融的，然后金融的说的是5点下班，找了金融，然后我问了招聘的那个中介，我说的咱们工作性质是什么，在哪里工作？他说的工作性质就是做那个小额贷款，和全国各大银行都有合作。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嘴，我说这个你看可行吗？当时就跟我急眼了啊，这你也信？这不就是骗人的吗？
到时候你要让人抓进去了，我可不管你，就那样式儿。然后后来我也没跟他生气，因为我也感觉这个事儿吧不是那么太靠谱，所以我跟他商量了一下。这话说的没毛病。对啊，没毛病。他说没让我去，所以说一直到现在我也就是没待定的工作。所以等于你回了老家结婚就一直没工作是吧？对。现在家里面的所有的收入全是您对一个人承担。对。一个月挣多少钱？挣6000多块钱。他需要还房贷，房贷花3000，一共我一个月我俩一共开销就是3000左右块钱。压力挺大的。啊，压力非常大。完之后吧，他找工作，就是我正常，我希望他出去找个工作，少挣点也可以，你知道吧？缓解家庭的压力。理解。但是每次出去找工作，一找工作就把钱搭下去了，一找工作就把钱搭下去了。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结果孩子舍了，狼没了。对呀，因为他不需要搭钱的事情。你知道我一说就跟我急，一说就跟我急。听懂了。我们这个听明白，工作事先放一边，好不好？再说说其他的，还有什么要评理的？他的工作就是前半个月是白班，后半个月是夜班。他夜班的时候，我俩基本见不着面。然后他每周就休1天，一个月就休4天，一个月4天休息，他得出去，最少得出去喝3天酒。这个我承认。但是吧，你有社交有朋友啊，咱出去喝点酒，我觉得很正常啊。那你结婚之前你咋不出去喝酒？这1年你就现原形，你就出去天天不着家了。恋爱时候，那你说我多陪陪，是不是也正常？因为恋爱期间，那恋爱跟结婚差啥？我朋友上也理解呀。那现在不理解，不出去不行啊。现在咱俩你说已经结婚了，每周天天都在一起。之后你说你也没去工作，但是你说这不天天在一起？因为我每周吧就休周日，朋友吧经常找我出喝酒，我有时候经常推。但是吧，你说的也不能总推呀，那我社交都没有了。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周一到周六天天在家待着，上班归上班，对吧？我的意思是不是说的他不能出去喝酒？因为我们俩沟通的特别少，就是他白班了，下班了，5点钟下班了，我们俩在家吃一口饭，各自看各自的电话，也从来没有太多的沟通。他要夜班了，我们俩基本上没有话，因为他那你咋不跟他沟通呢？没有话说，他进屋就是电话、游戏，完了吃饭。他的工作我也不了解，我问人啥呀？他说工作我也听不明白。你啥工作现在还倒班啊？工厂的工人，做汽车这个配件的。你那配件是哪一部分？就是汽车的气囊。这有啥不清楚的呢？我聊呗。查呗，他说你上网查安全气囊是个啥呀？咋回事啊？他说我也不明白。我说他也不懂，完之后就不让我跟总说。那你累不累？我也不懂。你累不累？累呀。从几点站到几点？我从早上。这有啥不能问的呢？我从早上5点一直站到晚上5点。对啊，这有啥不能问的？是你回家倒行，你就是躺沙发上，坐沙发上，咱放下手机聊聊天行吗？行啊。沟通可以吗？那你跟我聊啊。沟通可以吗？可以啊。就是他一回家就是没有跟我们俩基本没有沟通。所以这是一个互动关系，没有沟通，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您是不是也有问题？好，摆在这儿啊，摆在这儿。我知道了，就是妻子嫌沟通交流的少。行，还有比其他的毛病吗？他总认为我不收拾房间，我就认为他有洁癖。就是我们家的沙发、垃圾桶，包括茶几，从来都不能有一点点的灰尘。沙发你做完了，必须起来立刻抹平。垃圾桶擦完嘴的纸，擦完汗的纸，这不很正常的事儿吗？那一张纸也扔。我觉得垃圾桶是不是你每天晚上或者早上都需要倒？那你不管多少，是不是它这也是垃圾？我要求其实也不过分呢。再说你这坐上沙发之后，那上面你是不是要个铺平？那你自己看着也不舒服啊。你天天上班不在家，我不上班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在家，我都不做饭。你说垃圾桶里能有啥啊？我就是擦个汗、擦个手的纸，我扔里边，就1张纸、2张纸，这个垃圾袋必须扔下去。就是他摸我家的茶几的时候，永远不可能是有灰的。听懂了。所以说我就认为他是有点小洁癖，但是不那么严重。但是他就认为我总也不收拾屋。我问点大事儿行吗？打算要娃吗？目前没有这个打算。现在工作上也有点压力，因为现在需要还房贷什么的。因为现在这个理解。我今天把这个计划往后推一推。就是现在工作特别难找吗？我们长春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太难找，因为咱们一个是文化没有太高，我的要求的是啥的呢？我能工作的情况下，我还能照顾家，能把他的饭做明白了。就咱们这个文凭吧，去个商场卖个东西呢，他都是2班倒，晚班都到9、10点钟下班，照顾家都不太方便。就不用照顾了。
不用照顾，他拉拉脸呢，回家呀，不行。他总说我拉拉脸，但是我回家有的时候，你说我要求他那些小东西，他根本做不到。我是在问你，行不行？人家也2班倒去，行不行？但是也得分什么工作嘛。这是不是售货员吗？售货员不那么太支持。为啥？因为我觉得2班倒，他上晚班的时候啊，我觉得挺危险的。来回走不方便。关键我工作不允许呀，我感觉不那么太理想啊。但是他的理想就是我找个长白班，早9晚5的，我还能上点班赚点钱。对，我希望他找这种班。对，但是他每次找那种班，还得不能投入，就没等工作呢，就先把钱花了。所以核心矛盾在这儿嘛。一个人忙得慌，一个人闲得慌。闲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家里也找不着你定位，对吧？对。有没有觉得现在也经常挑你的刺儿，看你不顺眼？现在他就是挑我刺儿，看我不顺眼呢。不顺眼对吧？对呀。我就发现，要不我有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就是结完婚就这1年，这有这2张纸就是结婚证，我说有的证跟没有这证就这么大差距吗？差距大呀！你这心就是证到手了，就心就有底了呗？不，那以前心没底，证没到手，心没底，不敢暴露本性，这是啊，既要出去挣钱，还得伺候你，是吧？我要求我觉得不高，不是你要求挺高的，我听你对他这工作还挺苛刻的呀，这不能上那不能上的。但他找那工作确实不行啊。人售货员有啥不行的呀？我不想让他上晚班。你怕啥？怕不安全呢。那你把他关在家里就安全了？关在家里，他还总回家就拉了个脸。那你给他推荐一个工作嘛？他能干什么工作呀？其实吧，我内心我想找个就我这种工作，就光我上白班的，不用上晚班的。啥工作嘛？你不是也要上晚班吗？对，因为我要承担那个主力嘛。这不需要你承担主力。妇女已经顶了半边天了，她能干什么？你说她能干什么？你给她推荐个工作啊！我也想让她找那个正经那个单位那种上班的。啥单位啊？就比如说，就像我们这种单位，就不也有长白班的也可以的嘛。就是去做工人。对对。为啥不去？我们俩刚结完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上你那儿去吧。他说的我们单位太累了，你干不了，因为他们单位确实也是全都是铁件。他说你要找吧，你就找一个长白班的。有没有那样的工作？说实话，这样的工作呢，澳门新葡京娱乐城998860.com，线上最刺激的老虎机游戏，超高赔率，永不枯燥，每天数百万奖金池，轻松爆，一次旋转，暴富人生，立即加入，迎接你的幸运爆奖时刻。澳门新葡京娱乐城998860.com。咱们这学历只能是工人，这工人呢，他怕我累，那你说我干啥呀？听明白了，听起来进入一个死循环哈，实际上并不死。问第二个大问题，37岁结的婚，对吧？那也工作了好多年了，手里都没点积蓄吗？两位？要不然他说我爱花钱呢。以前我确实是，就是没结婚之前呢，我确实是花钱，积蓄也没了，是吧？对，积蓄也没有多少了。最后一个大问题。真的有工作了，你害怕吃苦吗？不怕。你真心疼他，不让他干吗？我心疼他，我真是心疼他，就是不想让他干着我太累着。好，所以今天来走投无路了。我要学手艺，觉得很现实的，不同意投入。他不同意我投入，对吧？对，我觉得没必要投入我这种工作。对，那是您的认知嘛。我要去按照他的想法去找工作，我又找不来这个工作。对，我就认为，对吧？但是我不知道按他的要求标准，我又找不来。我找不到，我感觉我找不到，对吧？所以两个人就出现一个认知问题了。你看他就是不顺眼，为什么不出去工作？你把它归结到不够努力或者方向不对，对，你就伤心了。我是想找太太，我也没想做全职太太。但是客观条件又限制了我，不知道怎么走出这个家，夫妻之间由此出现了很多的矛盾，看看应该怎么办。老师们帮着出主意呗，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在你们的情感关系里，我觉得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生存。我跟杨先生说一句啊，其实你应该先让他就业，再让他择业。他现在都没有就业的能力，你让他择业，我觉得这个顺序是不对的，你知道吗？人是最了解自己的，你只有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你才能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可能你推荐给他的职业是真的不适合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现在很不自信，
你不要看他嗓门大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没有底气。你不要去想着说我不希望你太辛苦，然后我把你关在家里，然后我希望你按照我来制定的我们俩的方向去发展去走，这个想法是错的。他以前是有自食其力的能力的，你要帮助他成长，让他重新走向社会，成为一个独立女性，这样你们的家庭才会更加的稳健，你们的关系才会和谐，你们未来才有可能说建立一个非常有爱的3口之家。那跟女生说一下，姐姐你不要因为现在他跟你说的任何的话而变得不自信了。其实你说学做美甲这个行业里面，你可能会有适合你的工作岗位，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你说你既想要照顾到你老公，吃饭想照顾家，然后完了你又想要有一门手艺，其实你可以去学化妆，而且同时你也可以去安排你自己的时间。你只要去到一个正规的机构去学习，然后你成为他的签约化妆师，你的时间也可以自己安排，但前提是第一你要坚持，第二你要勤奋，因为这个也是要付出学费的。就是他现在如果想要说既想要赚钱，然后你又想要顾家的话，你只能去找一些这样的行业，然后又是靠手艺吃饭的，同时也可以达到你老公的某些诉求。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实在一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再也不要干这种坐吃山空的事情，因为你坐吃山空的结果就是你被人嫌弃。从现在开始就出去努力去先赚钱，其实很多时候你的一些负面情绪就不会有了你也不会在意他有没有洁癖这些小事儿了，都是小事儿。我觉得婚姻当中最绝望的不是争吵，而是从不争吵，所以你们2个人对于这个婚姻还是很有热望的。我们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对婚姻有太多的描述，比如说婚姻当中我们要同舟共济啊，我们要同甘共苦啊。但是其实有一种描述是特别适合婚姻的，叫做婚姻是有生命的。尤其是在结婚之后的1年到2年期间，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要开始去学会说话，学会走路，学会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这都是你们要放弃掉所有原来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就你们固有的这些生活习惯，全力以赴去呵护的这一段。但是我明显感觉你们没有拿出自己十足的精力去呵护你们最开始刚刚起步的这个婚姻，这和你们谈多少年恋爱一点关系都没有。另外我觉得你们之所以会争吵啊，其实我感到的是你们2个人都有焦虑。男生现在在一个人养家，他有这种生存上的生活压力的焦虑。女孩子呢，你是缺少那种被陪伴、被在意、被尊重的焦虑。焦虑撞到一块儿，就是细枝末节的一些小事情发生了碰撞，这它只是一种表象，我们得知道背后是什么。所以这个所有的问题浮现在这里，呈现出了2个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到底谁在制定着这个家庭的规则？第二个，你们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给你们3点建议啊。那么第一点建议就是，他做出来的任何一点改变，你都能够看到眼里，然后你要给一个特别及时的反馈。那他但凡有一次不去喝酒了，按照你的意愿回来了，你要给他一些非常积极的认定，觉得他把你放心上了，这叫幸福技术。在婚姻的第1年和第2年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你所在意的这个洁癖。我跟你讲啊，婚姻当中是要有，就这个家庭里是要有领地意识的。我们可能大面上都是公共区域，这个公共区域当中我们遵守一个大的规则，我们要干净整洁，甚至可以到一尘不染。但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可以让他自由自在、可以舒展的地方。比如说这1亩3分地，这几平米归你，你爱怎么热闹怎么热闹，你可以不收拾。他会在这个家庭当中找到那么一个空间去安置他自己，他不紧张，他是放松的。所以你们回家第一件事情要给家里先画出一个小小的领地，你在这个领地当中你怎么折腾都行，但是大面上你们要遵守共同的规则。第3个叫做成就感。婚姻当中2个人都要有成就感的，一定要先就业再择业。他不管选择的是这个就业的内容是什么，他只有先走进职场和这个社会接触了，他才能够找到属于他的价值感，而那个价值感才是他能够在这个婚姻当中和你共同匹敌并肩前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就这些。陈女士，
刚才我们于老师说你们夫妻俩在场上争吵，说明有吵架还是有沟通，还是有感情的，还是在意这段婚姻的。你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你当时注意到你老公了吗？依然是现在这个脸。你笑了，你看你又笑了。我觉得你真的，你太懒了，你都懒得抬眼看一眼你现在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因为刚才你在对着跟你老公说，我看不到你的脸。我一看这是个美人啊，你刚谈恋爱的时候可漂亮了吧，性格也好，对吗？对。你看看你现在自己，脸还是那个脸啊，漂漂亮亮的，人一点精神气儿都没有，真的死气沉沉。你是觉得结了婚就进了保险箱了吗？你的任务就是一日三餐给他做好吗？你的任务就是他1个月只有4天休息，3天出去喝酒，你那儿求他说老公你多陪我1天吗？这是你应该过的生活吗？1个月休息4天，3天不着家，爱去哪儿去哪儿，别回来了。你在婚姻中还有点自尊吗？还有点对自己的要求吗？你还爱自己吗，亲爱的？知道自己学历不够，不能再学了吗？现在那么多种学习的方法，你但凡是对自己还有一些信念，你就要摆脱现在的桎梏，现在的生活呀。他明显现在就说难听点，瞧不上你了呗。你如果真的嫁了一个男人，自己能安安稳稳在家做全职太太，我觉得这也是份非常荣耀的工作，对吧？把家里照顾好。他不吃这一套啊，他嫌你这嫌你那呀。怎么了？自己不能爱自己，自己不能过得好一点吗？你要但凡爱自己，自尊多一点的话，你都不会过成现在这个样子。他还是像当年一样屁股后头追着你。我主要想跟男生说2个字儿：感恩。女生以前没有工作吗？有。为什么她没有工作了？是不是因为要结婚嘛？我不想想结束那异地嘛。对。那为什么不是你辞职去投奔他呢？因为那个长春是我老家啊，所以他辞职了回来和你结婚，是不是？对不对？对。所以他辞职为了什么？有没有他放弃了他的事业梦想，来为你投奔你？怎么现在你动不动说他没有工作，我有工作，好像你是高高在上似的？懂得感恩吗？他为什么没有工作了？你要记住。第二，网上曾经做过个调查，我们要一份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将近80%的人的意愿是说，工作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剩下20%比重差不多，分别是维持生计、有安全感、有社会的认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吗？他为了你们这段婚姻，他放弃了将近90%的自己有的东西，自我价值、社会认同以及他的安全感没有了。因为你们的关系，因为婚姻，对吧？好，你现在让他找工作的标准是什么？第一个标准，要能给你做饭，所以必须得朝9晚5，太自私了吧？第二个标准是什么？不能投入，他不能学一份自己感兴趣并且擅长的工作吗？这点投入你都舍不得拿出来吗？这点时间都不能给他吗？核心在于你们平时沟通又如此之不畅，你多多少少有点飘了，你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他了，对吗？可是他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也是为了你们的婚姻，对吗？你不要辜负人家，要懂得感恩，就这样。作为广电帮帮团，我第一次觉得我帮不了你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但是我也非常想揭露2个欺骗和虚伪的问题。第一就是男生，你口口声声说你不希望他做这个服务员或者什么，是这个下班晚是因为不安全。就在现在的社会，9点10点下班走在大街上，我觉得没有不安全的。你真正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你就希望他在家里面1日3餐为你做好了，然后把家庭给你料理好？那女生，我更想说你的是，赵成老师说，你如果找一个辛苦的工作，你能不能吃苦？你说能，我觉得也是假象。因为做房产中介，其实在我看来，学骑电动车
真的比考一个驾驶证容易的多得多。而做房产中介真正需要的是你的不辞辛苦，这个真正是要你付出辛苦才能跑出来的。如果说你们都不希望动自己的利益付出辛苦，或者是去做一些牺牲的话，就不要把一些事情包装得光冕堂皇。你要再这样下去的话，生活会让你啪啪打脸。来吧，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老公，咱们恋爱了6年，以前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时时刻刻咱俩在一起。结婚这短短1年，我没想到咱俩能变成这样，现在这样。所以说，我不知道我以后的路应不应该跟你俩一起走下去，真的。其实我觉得，我要求你的也并不多，但是关键是你有时候，哎，也经常也挑我，说我管的太多，但是我觉得咱俩沟通还是比较少，就是沟通不好。谢谢两位，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我们预测一下结果吧。我觉得男出女不出，双出，双出，双出，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最后问一句话，问先生，你妻子能够按照她的想法去找工作吗？可以。确定吗？确定。你就牢记一句话，她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因为爱才跟你在一起，你们俩是因为相爱而走到一起的，你牢记这句话就行。来吧，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先亮灯，加油啊！谢谢两位，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让他去工作，按他的意思来，好吗？好的，谢谢，请回。